今年3月，我趁着圣年来到梵蒂冈，除了通过圣门，我也去参观了梵蒂冈其他平常也开放的景点。就让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探索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吧。我这个频道除了旅游 vlog，每一集也会讲一个跟主题相关的医学内容。这一集我会以教宗方济各的例子来跟大家说说怎么阅读和理解死亡医学证明书。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不多说，片头之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来到罗马，这里是有2个机场可以使用的，一个是叫 FCO， 另外一个叫 CIA。我们这一次在 CIA 这个比较小的机场下飞机，准备坐机场巴士前往市区，然后再转乘地铁到达梵蒂冈的附近。今晚我们的住宿是在梵蒂冈附近的一个 B&B。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来讲一下梵蒂冈的历史。这里虽然只有半平方公里大，但它的历史跟整个欧洲的宗教以及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梵蒂冈原来并不是一个国家，在古罗马时期，这一带被称为 Vatican Hill。相传第一任教宗圣伯多禄在这里殉道，并埋葬于此。为什么圣伯多禄会被视为第一任教宗？因为在圣经里，他被称为中途之长。在圣经之记载，耶稣曾对他说过：“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句话象征耶稣赋予他领导教会的权利。伯多禄在中途团体中始终位居首位，带领最早期的信徒建立了最初的教会。直到现在，罗马主教仍视为他的继承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宗。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并在伯多禄的墓上建造了第一座圣伯多禄大殿，让这里成为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到了中世纪，教宗的势力达到顶峰，一度统治着意大利中部广大的领土，称为教皇国。一直到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兴起，教皇国的领土被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并入了大部分。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入罗马，教宗庇护9世拒绝承认新政府，宣布自己被软禁在梵蒂冈，史称梵蒂冈之囚。从那一年开始，历任教宗近60年没有踏出过梵蒂冈一步。当时，罗马出现一个奇特的局面：教宗和国王共处一层，却互不承认对方的政权。一直到1929年，教宗庇护11世和墨索里尼签署了拉特兰条约，梵蒂冈才成为正式的主权国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梵蒂冈其实非常年轻，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历史还不到100年。那么大家眼前看到这个就是梵蒂冈博物馆，那么我们等下会回来的。不过现在我们首先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过圣门。那过圣门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要先去集合。那现在大家眼前看到左边这个玻璃屋呢，就是我们去报到的一个地方。报到完以后呢，大家可以已经看到前面这一堆人，就是一起我们要去过圣门的。时间到了，那我们整个队伍呢就会往着梵蒂冈的方向出发，那么就一起走过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那现在看到呢，就有志工在前面那个会带领着我们，然后去给我们指示怎么样去做。今年比较特别，因为近一年是天主教的圣年，圣年传统可以追溯到1300年，当时每50年举行一次，让信徒借着朝圣、忏悔、重新开始。后来改为每25年举行一次，而2025年，也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圣年。每逢圣年，教宗都会亲自打开圣门，这扇门平时是封起来的，只有圣年期间才会开放。走过圣门，象征着灵魂的重生和罪过的赦免。在罗马有4座大殿都设有圣门，而最重要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一个圣伯多禄大殿。
在正式通过圣门之前，大家会先在广场集合，前面有神父带领祈祷和唱诗篇。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代表朝圣者在进入圣地前的心灵准备。仪式之后，大家会排成队，慢慢走过圣门，一步一步走进圣伯多禄的大殿。我也趁着这个机会，有机会走过圣门，去感受这个延续了700多年的传统。无论你是不是教徒，当你踏入圣门的那一刻，那感觉是非常奇妙。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完成了安检，那现在就进入到梵蒂冈的这个地方。那大家怎么样可以参与到这个过圣门的活动呢？那我会在 info box 里面放上他们的官网，那大家就可以在网上去预约这个活动。那我们的队伍呢，现在就正在接近这个圣门。那现在大家眼前看到呢，这个就是圣门了，就是圣伯多禄大殿最右手边的门。圣门早年呢是用砖墙封起来的，圣年开始的时候，教众会用金锤敲3下，象征恩典的开启。如今已经改成了用金属门板来封住。每次封门的时候，里面都会放进一些文件和圣物，等到下一次圣年再重新开启。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上有多个青铜浮雕，描绘耶稣救赎和罪人得救的场景。穿越圣门之后呢，我们就来到大殿右侧的位置。那这个团队会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庭的地方才会解散。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心就是这座巨大的青铜华盖，它由贝利尼设计，高度接近10层楼。它就在主祭坛的正上方，而在华盖的正下方就是圣伯多禄的墓。整座教堂的设计其实都是以他的墓为中心展开的。在大殿最深处可以看到闪着金光的圣伯多禄宝座，里面包裹着一张古老的木椅，相传那就是圣伯多禄的座椅。这也就是为什么梵蒂冈又被称为教廷 Holy See， 意思就是圣座，说的就是这一张椅子。上方那扇窗户里面的白鸽代表圣神，也象征教众的权柄来自信仰本身。整个空间的比例非常惊人，从地板到床顶的高度超过130公尺，地面上还刻着世界各地教堂的长度刻度，你可以一边走一边对比这个大殿到底有多大。而在主祭坛的下方是安葬历任教宗的地下墓室，等一下我们也会下去看看。接下来我们就上去它的穹顶。穹顶的门票2种，一种是走楼梯，一种是坐电梯。这次我们就选择了走楼梯。就算你选择坐电梯，它也只会带你上到平台，接下来还是得靠你自己的脚走上去。来到平台，你就可以近距离欣赏整个穹顶。圣伯多禄大殿的穹顶可以说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灵感来自他家乡佛罗伦斯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改良，令到穹顶更高、更雄伟，更令整座教堂呈现出一种通往天堂的意象。所以可以说，圣伯多禄大殿的穹顶是佛罗伦斯艺术精神的延续，也是信仰与人类创造力结合的象征。整个穹顶高达
36公尺，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教堂穹顶之一。结构上采用双层设计，外层是支撑外观的石造壳体，内层则是我们在教堂里面仰望时看到的彩轨天顶。米开朗基罗去世前只完成了设计图，后来的部分呢是由他的学生来完成建造，但整体外观依然保留他最初的比例和构想。上到来穹顶，我们除了可以欣赏到梵蒂冈的景色以外，我们也可以欣赏到罗马全境的那个景色。下到来平台就要记得买手信，在这里买手信呢，比起在梵蒂冈其他的地方买都要便宜。我们现在去的是整个大殿的重点，就是圣伯多禄大殿的地下墓室。刚才已经提到，这里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当时这里原本是城墙外的墓地，相传圣伯多禄在罗马殉道后就葬在了这里。到了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就在他的墓上面建了第1座圣伯多禄大殿。而我们现在参观的是16世纪重建的上层墓室。里面安葬了多个历任教宗以及欧洲皇室成员，包括若望保禄2世、庇护10世等。墓室中间有一个位置，其实是跟楼上教堂是垂直相通的，那也就叫 confessio， 上面就是主祭坛跟青铜华盖，而在上呢就整个穹顶。整座教堂就是以圣伯多禄的墓为中心，一层一层的建造的。在我们脚下，在最底下还有古罗马时期的墓园，那才是伯多禄真正葬的墓地所在地。不过呢，这个地方需要特别许可才可以入内参观，我们就没这个机会了。无论你参观完穹顶还是地下墓室，它的出口都是位于大殿之内的。所以的话呢，你如果还要安排之后的行程，千万不要先离开，要看完所有3个以后才离开。参观完圣伯多禄大殿以后，我们有2件事想做。第一件事是想寄一些 postcard 在梵蒂冈的邮局寄出去。梵蒂冈的邮局呢，就在那个圣伯多禄大殿的出口不远处，就在你们眼前的这个位置。临走之前，给大家多看一眼这个圣伯多禄广场。我们刚寄完明信片，但先别急着要走，我们还要去拿一张朝圣证书。圣年期间，朝圣者可以在梵蒂冈领取一份7年朝圣证书。这张证书是由梵蒂冈颁发给完成朝圣的信徒，纪念他们在圣年期间走过圣门、祈祷和悔改。圣书上面有朝圣者的名字、日期和今年的圣年年份，下面还有圣伯多禄大殿的图案，以及有金色印章及签名。你可以在大殿附近的朝圣者办公室领取，也就是我们现在正要去的这个地方。参观完圣伯多禄大殿之后，梵蒂冈另外一个不可以错过的地方就是梵蒂冈博物馆。它最早是由1506年由教宗朱利2世创立，当时只为收存一尊古希腊雕像。之后，历代教宗越收越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群之一。整个参观路线超过7公里，
展览有超过1400个展厅，由古希腊罗马雕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都有。一进到博物馆，就会看到很出名的松果庭园，中间这个巨大的青铜松果，其实是2000年前罗马的雕塑，代表生命和永恒。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在前往下一个有名的景点的路上，也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艺术品、不同的雕像，就在我们的两旁。我们尽管花点时间去欣赏一下它们吧。这一条就很有名的地图长廊，全长超过100米，墙上画满了16世纪的意大利地图，每一幅都是手绘，用颜料和金谱画成。抬头看上去，天花板都是金色的巴洛克浮雕，很夸张。这里其实是米开朗基罗以后文艺复兴艺术延续下来的缩影。眼前的拉斐尔厅是梵蒂冈博物馆最重要的艺术空间之一。这几个房间原本是教宗的工作间，拉斐尔用了10几年时间画满了整个墙壁。最有名的是雅典学院，里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一众古代哲学家。
最后，我们将前往梵蒂冈博物馆的灵魂所在西斯丁礼拜堂。虽然这个地方不能拍摄，但我依然想跟大家分享。这座礼拜堂建于15世纪末，由教宗西斯丁四世下令兴建。Sistine 这个名字就是从他而来。外面看起来是很朴实的，但进去以后你会完全被吓到。天花板是米开朗基罗从1508年到1512年之间画的。他本身雕塑家，所以本身他不太想接这份工作的。但后来他却画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中间9幅画描述创世纪的故事，最有名的就是创造阿当。上帝和阿当伸出手指，几乎相触的一刻，成为了整个文艺复兴的象征。几十年之后，米开朗基罗再次回来，在祭坛墙上画了最后的审判。画面充满力量和动感，描绘灵魂在审判日升天或堕落。他甚至将自己画在被剥皮的圣巴托罗路手中，象征自我反省和信仰的挣扎。而到现在，这个地方依然是教宗选举的会场。当新教宗当选的时候，就会在外面升起白烟，宣告全世界：我们有新教宗了。相信大家对于新教宗良十四世被选出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最后，我们来到博物馆的最后一部分，这里展示了很多古埃及文明以及木乃伊，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重点，稍微看看就好。参观到这里，我不期然想起世界上另外2个出名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罗浮宫。如果说罗浮宫是属于艺术的殿堂，大英博物馆就属于历史和知识的宝库，那梵蒂冈博物馆就是信仰和艺术的结合。这里的收藏不只是艺术品，更是几千年宗教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连结。但有一点我留意到，梵蒂冈博物馆的设计动线非常清晰，尤其刚刚提到的那几个重点景区，不会因为馆藏太多而导致游客兜圈。最后，我们在手信店买了几件纪念品，梵蒂冈之旅就差不多结束。下一集跟大家游览罗马，而接下来我会讲这条影片的医学部分。接下来我会讲今天影集的医学部分。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主题就是死亡医学证明书。这个题目听起来可能有点沉重，但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市民，都应该去了解一张死亡医学证明。而今天我们也会以教宗方济各的例子作为切入点，跟大家看看一张死亡医学证明书里面到底包含什么资料，怎么去阅读和理解它。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要讲的文件，这张就梵蒂冈官方公布的教宗方济各死亡证明书，上面列出了他的死亡时间、地点，还有医学上判定的死因。这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它的格式基本上都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们要真正明白每一项写什么，我们就要先从死亡医学证明书的历史讲起。最早的死亡登记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伦敦的死亡清单。那个时候，伦敦经历鼠疫，政府要知道疫情蔓延的情况，所以开始统计每个地区有多少人死于鼠疫。而统计学家 William Farr 就在那个时候研究了死亡数据，发现死亡原因可以反映公共卫生状况，他们奠定了死亡登记和流行病统计的基础。去到19世纪，英国正式规定每一个死亡个案都要有医生签发死亡证明，就像这张证书一样，就清楚写明死因是中风。到了20世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各个国家虽然都有死亡登记制度，但是每个地方写死因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写心脏衰竭，有的写感染，甚至同一个病在不同国家都不同名字。这种情况令国之间的疾病统计完全没办法比较，所以 WHO 在1948年成立之后，就制定了一套全球统一的标准，包括2个部分：一是 ICD 国际疾病分类，用一套编码系统去归类每一种死因；二是死亡医学证明书的标准格式，规定医生应该按死因发展次序，由最初的根本疾病一直写到最后导致死亡的生理事件。这2套系统结合起来，令全球每一张死亡证明都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去解读，无论是用于疾病研究、公共卫生还是政策制定，都有了一致的根据。
基于 WHO 的标准，整份文件会分为2个重要部分。Part 1是死亡链，由最初的疾病一步步到导致死亡的最终原因。Part 2则是一些其他重要但没有直接导致死亡的一些病况。而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死因 cause of death 是不能跟死亡方式 mode of death 混淆的。死亡方式像心跳停止或者呼吸衰竭，这些只是生理现象，而不是医学死因。我们看回胶中方剂铬的例子，我已经标示出 Part 1跟 Part 2。按照死亡链的排序，中风是最初的根本原因，它引起昏迷，再导致心血管崩溃。而在 Part 2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有过肺炎，有过支气管扩张，有过高血压，有过糖尿病。虽然这些都不是直接的死因，但都会影响整体病情，所以同样需要记录。所以总结来讲，胶中方剂铬最终的死因是中风。一张死亡医学证明不只是一个法律文件，它也承载着公共卫生意义。每一项死因的记录都有助于我们了解疾病模式、改善医疗，甚至预防下一个悲剧。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就记得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意见。如果觉得不好看，就记得分享给朋友看哦。我们下一条片再见。